那深情眼眸，潮声滔滔，汹涌澎湃，放肆你那无限温柔。往日依稀的动人心弦，如今依然在我心中轻奏，守着海枯石烂的承诺到白头。请用你的手抚慰流血的伤口，请用你的吻轻轻印在我疲惫的心头。是我的悔恨，我的依恋，我的爱，已在脑海中载满了一叶扁舟。而你的宽恕，你的微笑，是我永远避风港口。随潮起潮落，看风云变幻无常，也共度悲欢，岁月行人含笑携手。任潮来潮去，浮萍追随流水，永远在你左右。是我的悔恨，我的依恋，我的爱，已在脑海中载满了一叶扁舟。而你的宽恕，你的微笑，是我永远避风港口。随潮起潮落，看风云变幻无常，也共度悲欢，岁月行人含笑携手。任潮来潮去，浮萍追随流水，永远在你左右。白米是亚洲人民的主要粮食，米业也是本地古老的行业之一。从事白米行业超过半个世纪的蔡庆阳先生，号称本地白米大王。今天我们来访问蔡先生，了解这位白米业巨子怎么经营他的王国，如何治理他的家族。蔡先生，您是中国广东省潮籍人士，您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来到南洋落地生根的呢？当年中国的时局就不稳定了，国共在打仗，加上呢，海风潮，就是刮大风，因为涨海水的关系啊，把我们的房子啊、家禽啊、米粮啊，全都卷走了。当时的生活很困难，所以呢，很多人都过番到南洋来。我呢，也在当时呢，拿了一个箩筐就过来了。那您是怎么样奋斗，怎么重新建立家业的呢？可以说，靠勤劳节俭，还有把握机会啊。有一句话说，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位女人。我们都知道，您来到了南洋，为了事业奋斗了40年。蔡太太一直留在潮汕，克勤克俭地为您持家教子。到底蔡太太在您的事业奋斗过程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？蔡先生在生活上，他是蔡先生，怎么回事？停！放下！全部放下来！这些东西不是拿来玩的。我们要学舞狮嘛，玩一下也不行。这些东西是阿嬷的，不准拿来玩，放回去。哎，什么事啊？啊？阿公不让我们玩这篮子。是啊，阿公会发脾气。啊，这篮子不能拿来玩的，是阿嬷从潮州带来的。如果弄坏了怎么办？不要再拿这篮子来玩了，先拿回房里去，好不好？哦，阿公要休息，不要再吵了。啊，进去吧，进去。来，乖。哦，走。家里那么多大人，怎么不好好看这小孩子，让他们拿东西来乱玩？
兄，嗯，阿妞说想把短嫂的灵位设在家里，你认为呢？是应该设在家里。他人虽然回不来，但是我希望他的魂会跟我们在一起，在家里，至少早晚有人会给他上炷香。大家都盼着他过来团聚，可是却没想到，他也真是命苦啊！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唐山几十年，死也是孤零零的，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。人都死了，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我还能够想些什么呢？果子熟了，就得掉下来了。明明，别吵着妈妈，表舅妈妈不舒服，让她好好休息。表舅陪我们玩嘛，表舅。好好好，表舅就陪你们玩，我希望你们别把妈妈吵醒，知表舅道吗？，哎，妈妈，喂妈妈陪我们玩。别吵妈妈，让妈妈好好的睡一睡，待会儿表舅陪你们玩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表舅你陪我们游泳。嗯，好啊好啊，游完泳教我们捉水草。好，我就教你们。不过别把妈妈给吵醒，让妈妈好好的睡一睡，知道吗？去玩去玩去玩。走吧。小心点啊！佳佳，明明，佳佳，明明，后生。后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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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等我，后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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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走，后生，后生，后生，你已经到很多话，你不要离开我，后生。春美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？春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别哭，样别哭，别哭，没事的啊！啊，给妈妈上 water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哭了，冬梅，放轻松点。爸爸，妈妈哭了。妈妈不舒服，你们到房里去玩吧。哦。怎么了？春美刚做了一个噩梦，没事了吧？应该是没事了。我来看凯凯，凯凯呢？哦，凯凯刚刚睡醒，正在喝奶。我们一起去看他吧。吃饭喽！我坐这儿。快坐好吃饭。阿公吃饭，老妈吃饭，小麦吃饭。吃啊！哇，这么多鱼啊！吃鱼聪明啊，而且年年有余。那吃汉堡包呢？明天啊，接光带你去吃汉堡包啊！哇，太好哎了！你有空啊？明天是公司结账啊，从早忙到晚呢。哎呀，
我已经忙了这么多天了，就让我休息一天吧。哦，就只你一个人忙啊？我跟灯笼就不忙了啊。美娜，你几时要回公司上班了？公司没有你不行的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做个好榜样好不好？叫你做事你就叫苦，你是怎么了？弟弟为什么一直哭啊？是不是他饿了，妈？上去看一看呐，我看这个詹娜哄不了他。哦，我上去。你紧张什么？孩子又不是你的。刚才的事情是让人很不舒服，你就别相信崇美的话。我就算不相信又怎么样？话都已经说出口，大家听在耳里，我能不当一回事吗？那你真的怀疑他？他不会的，这不是怀疑不怀疑的问题，这种事情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忌讳，更何况这番话是从崇美的口里说出来的。但是，你该知道他现在有病，他喜欢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你就别放在心上。我也知道这是一种病症，是他在胡说。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会怎么想？你应该了解崇美，你应该相信他的。是啊，当我跟他求婚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在这世界上只有我最了解他，所以我很轻易的就跟他结了婚。能够互相了解而结婚，是很幸福的事。是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不过我后来才发现，要维持两个人之间的婚姻，单凭了解是不够的，最主要还要有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真爱。我和他之间就缺乏了这样东西。其实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的，由始至终，他从来没有爱过我。不可能吧？10年了。这10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。刚开始我还以为有了孩子，就可以增添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，所以我非常努力。可是到了最后，还是失败了。或许我们两个不该结合吧？那你后悔了？只能说是遗憾，这是第2次了。义姑，哎呀，阿三，哎呀，红三的，你来了就好了，我们就放心了啊！你快去看看他吧。他到底怎么了？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不出来。他今天该去复诊的，可是到现在还是不肯出来。那阿妈，我们上去看。你快上去，那我们也上去。崇美，崇美，快开门呐！崇美，美娜，崇美，门呐，快出来啊！崇美，崇美，美娜，快开门呐！红三带你去看医生啊！小崇美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，出来再说吧。怎么没声没息的？会不会出事啊？我担心他真的有问题呀！不会吧？你说他会不会？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他躲在房间里一整天了，也没出来。我看你还是撞进去吧。哦，崇美开门了，崇美，小心啊！崇美，不行啊，阿妈，我看我从窗口进去吧。来。来，我来扶梯子啊！阿三，小心啊！好嘞，阿三，小心点！小心啊！小心啊！没事没事，小心啊！好。崇美，崇美，崇美，你在哪？崇美，崇美。崇美，你在哪？崇美，崇美啊！啊！崇美，你是不是在里面啊？崇美，
戴太太，你不要老想些不开心的事情。空闲的时候要多做些运动，多休息，尽量放松自己啊。洪先生，产后忧郁症呢，不是什么大病，病人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关怀和爱心。谢谢你啊，春梅，你在这儿坐一会儿吧。我已经通知永聪，他会来接你。对不起，我让你们担心。以后别再做这种傻事了。我当时心情很乱，我只是想早一点解脱。你心情不好就应该到外头走走，别老是待在家里。这样吧，明天我陪你去钓鱼。为什么一直陪着我的不是永聪，而是你？你不是我的丈夫，却陪我进医院生产，在紧急手术室门口等候着消息，在病床旁边等我醒。而我自己的丈夫，都在孩子出事后几天，他才出现。或许他也跟你一样是个工作狂，你就别怪他了。你不用替他隐瞒，我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停车！干什么？我要到前面的工厂去看看。这些现代化的包装真是方便。你们蔡家从潮州到这里做的都是白米的生意，白米也可说是你们蔡家的命脉，总不能数十年如一日停留在旧的阶段。你说，该不该有些什么改进呢？是应该有些改进。放在哪儿啊？我正在找啊。哎呀，阿英啊，我找到了。啊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疏忽啊？就是了。哎，对了吧？大伯，仔仔，阿仔。哎，你回来上班了？是啊。好好好。美娜，你没事了？我没事了。今天有没有出货啊？把所有的发票给我看看。哎，美娜，你身体没事了？我已经没事了。没事就好了。哎，这些东西，好，都交给你。不行不行，美娜今天第一天才回来，你怎么可以把工作全推给她呢？没事的，我做得来的。我出去了。小心啊！看他精神蛮好的啊。是是是。不管怎么难啊，也得做。大伯，哎，我想让你看一看明年的财政预算表。天哪，明年的营业额会减少，还亏这么多啊？不可能嘛！今年赚这么多的钱，明年怎么会亏本呢？啊，你怎么算的呢？政府呢，明年会开放米牌，所以会有更多人加入米业。如果他们直接向源头拿白米的话，我们就不能垄断市场了，所以营业额自然会减少。不可能的了，那些小米商有多少本钱，可以建多少米呢？怎么会影响到我们呢？除了这一点呢，本地人生活水平也高，不是每一个人每一餐都会吃白饭的。华人不吃饭呐，可能吗？哎呀，美娜说的有道理啊！要是真的下来的生意难做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建议，我们应该把资金调出来，改为投资地产、建货仓，不要只做大宗的批发。哎，这方法不错啊！丽源行已经这样做了，人家这样做，我们就要跟嘛？啊？现在局势在改变，我们也应该跟着改变。我就觉得，以不变应万变，
局势肯定会变好，米价肯定会上升的。那当年在潮州，局势天天不同，形势天天改变，但是我们白米业还不是照样赚钱？以前跟现在怎么一样呢？在潮州呢，是米少人多，可是在这里不同，这里的白米来源多，而且经济情况又越来越好，在饮食方面已经开始有多方面的选择，这是无可否认的。所以呢，我建议结束米业，改做地产投资。你忘记了，我不是已经拨出一些资金让你做地产投资吗？难道你要把全部资金投入地产呢？哼，你想都别想啊！你看，那是海。昨天呐，佳佳吵着要见爸爸，他还问我为什么他爸爸这么久都不来看他。哎，美娜，你到底跟永聪怎么样了？他最近是不是很忙？很久没有来看你们了。哦，你要不要打个电话叫他明晚来吃饭？唉，你们夫妻俩总不能老是一个人一个地方啊。你们母子也住在娘家这么久了，什么时候搬回去啊？我不想搬。传呼机响了。凯凯，抱抱啊！好，给了孩子我的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出来坐游艇吹吹海风了啊。我们大家都在忙。是啊。其实我们应该抽出点时间，好好聚一聚。下一回我们把佳佳、米米一起带来，好不好？现在呢，我忙着做地产，你忙着策划到中国发展，我们哪有时间？为了我们的家，再忙也要抽出点时间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对不起啊，我从来没当过一个好丈夫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也没做过好太太。我想我和那女人的事，你也知道的。我是说我跟小兵的事情。但是请你相信我，虽然我和她在一起，我心里还是爱着你的。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资格做一个好丈夫？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很好，可是我已经浪费了你10年的时间。可是接下来我们还有未来的10年，我不想再浪费接下来的10年时间。我们已经浪费了10年，你还想多痛苦10年吗？我还以为我们还有挽救的余地。有些事情不是只靠努力就会有成绩。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我很了解你的心情。当初你跟洪三分手的时候，也是你感情最失落的时候。我和你结婚，我以为和你结婚之后，你可以把他给忘了。但是我错了，你心里还是想着他。我的自信却带来失败。对不起，我感觉到是我利用了你，填补了我感情上的空虚。我们已经拖了10年了，既然你没办法忘记过去，与其拖下去，不如
不如我们离婚吧。你真的想这么做？要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，是需要夫妻一起努力的。但是我相信，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就算我缠着你的人，也得不到你的心，对不对？你不怪我。我不想见到你难过，我只希望分手之后能给你带来快乐。谢谢你。其实我很幸运，你在我最失落的时候，你让我依靠。现在你又让我走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激。其实当初跟你结婚，我只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，给你带来幸福。现在我自己提出了分手，也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幸福，给你带来快乐。我们蔡家的女人，没有一个敢离婚。有我在的一天，就不准离婚。离婚是我个人的事。什么叫个人的事？你做任何事情都跟我们蔡家有关，你不要忘了你是姓蔡的。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有什么大不了要闹到离婚呢？是啊，美娜，一场夫妻能忍就忍吧。大人倒是无所谓，家家敏敏都还小，你们不能不管他们。你们不了解我和永聪的问题，我们是不能再继续生活下去的。更何况，也是阿仙开口提出要离婚的。原来是他提出要离婚的。好，你叫他来见我，我要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。问题不是谁要跟谁离婚，而是我都说了，是我们不能继续再拖下去。就算他不开口，我迟早也会说的。说来说去，还不是你要离婚？哎，你不要搞这么多花样，可以不可以啊？一下子要改革太丰站，一下子要死要活，现在又提出要离婚，很好玩啊！我们全家人呐，都为你心烦呢。你不要面子，留点面子给我们蔡家，可以吗？我是蔡家的女儿，可是我不能因为蔡家的面子，而让我自己感到很辛苦，活得很痛苦。总而言之，我和永聪已经谈妥了，不管你们反对或者赞成，我们都会办离婚手续。你们已经谈妥了？有没有知会我们呢？有没有问问你父母啊？你呀，怎么管教女儿了你？美娜，这次我也不帮你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赞成你这么做。阿姨，这是我自己的事。美娜，你到底考虑清楚了吗？阿英啊，美娜的思想已经成长了，她应该懂得分辨是非黑白，就让她做主吧。应该好好的掌握你的未来。先生，谢谢。你们两个还要吃什么？
我们已经吃了很多了，爸爸，你为什么一直叫我们吃，还一直看着我们吃，自己却不吃啊？爸爸和妈妈以后不会在一起了。我们知道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是妈妈告诉我们的。对不起，爸爸要到中国做生意，以后你们就和妈妈一起住在太婆的家，知道吗？还有啊，不可以让大人生气，不许顽皮，最重要的，不要惹妈妈生气，知道吗？那我们以后跟 Valentina 一样了。谁是 Valentina？ 她是我班上的一个同学，她爸爸妈妈也是离婚了，现在家里只有妈妈，没有爸爸。她每天都带着钥匙上学，所以同学们都叫她钥匙儿童。那我们不是要带钥匙上学？太婆家里这么多人，我们不需要带钥匙的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路上堵车。来，你们两个都吃饱了吗？我替你叫了柠檬茶。谢谢。我已经向他们解释清楚了。那你们听清楚了吗？我明天就去上海。这么快？几点的班机？我们去送你。不用了，早上的班机，你不要这么早起来。应该有别人送你吧？爸爸，你还会不会回来？当然会了，不过放假的时候叫妈妈带你们过去爸爸那边，跟爸爸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妈妈，你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爸爸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真是的。哎呀，敏敏，带他去吧，带他去洗手间洗洗，去，走吧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啊。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带他们过来看我。你真的打算不回来？3、5年之内，我相信我是不会回来的。这是你的赡养费和3个孩子的教育费。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律师商量，或者打电话给我。你把船务公司都转到我名下，还有房子、股票，太多了。这是你应得的。就算是补偿，也不用这么多的。蔡家虽然有钱，但毕竟你都出嫁了，况且你还带着3个孩子，不同的。谢谢你想得这么周到。只可惜，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相处。请你帮我好好照顾3个孩子。你自己凡事要多保重。女人最好不要太好胜，因为好胜往往会伤害到别人，也会伤到自己。你也记得要照顾你自己，记得要注意饮食，别喝太多酒，你的肠胃不好。还有那里天气冷，出门的时候记得围上围巾。我会的。穗穗，银行送来一份货单，说我们的货快到岸了，1000吨的白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订的？那还用说，你多背喽。他又去订货，现在都已经没有行家敢进这么大量的货了，反而是他1000吨的白米囤在货仓里干什么呀？如果市面上没有货了，就会缺货。要是缺货的话，人家就会跟我们拿货。多贝这样做没错的呀。是，他是没有错。可是现在行家呢，已经尽量把货仓的货都给推销出去，反而是他不弄清楚形势，胡乱进货1000吨呢。货已经在海上了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啊，来，别气了，我沏茶给你啊。来，走。庆安呐，帮我问一问，我订的那批米什么时候到？后天就到了，1000吨的白米。行了，你订这么多白米，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？我做这么大的生意，我自己做决定都不可以啊！可是现在行情这么坏，已经没有行家会进这么大量的货。这是白米，它不是衣服，也不是塑胶，是不能藏上10年8年的。我可以进口白米，我就有把握把它卖出去。那好吧，以后太丰站的事，最好是我们商量之后再做决定，好不好？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？我叫你不要离婚，你肯听我的话吗？这么重大的决定，你曾跟我商量吗？我现在说的是公事，家里的事都管不了，怎么做大事啊？最好把自己的心思放在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的身上。没了，算了，
现在行情这么坏，政府还要开放米牌，以后我们的生意就更难做了。原本一碗饭让我们几个大米商吃，现在那些小米商也来抢，我们还能够吃到多少啊？那看来不转行都不行了。现在啊，已经是心灰意冷了，不想再干了。哎呀，你何必这么灰心嘛？白米滞销，米价滑落，这只是暂时性的问题嘛。您为什么这么乐观呢？我呀，看白米这行不会倒的了。人总是要吃饭，总得要买米的嘛。我们是老字号，有很多老顾客，害怕什么小米商来抢饭吃嘛。哎，老蔡啊，听说你在投资房地产是吗？我那个侄女说，房地产前景好，很乐观，所以我就拿一点钱出来，让她投资，让她玩玩嘛。哎，服了啊！那虽然我的牌不是很好啊，但是经营得法呢，还是会赚钱的嘛。还是你行啊！三番啊！哇，真漂亮房子真漂亮，价格又便宜。哎，下回看到有这么好的房子啊，一定要通知我。哎呀，你叫崇美通知你吧，这是他介绍我买的。哎，崇美呀，最近在投资房地产，你们要买房子的话，一定要找他哦。好，一定找他。你们为什么都站着呢？坐下来，坐下来。来，东东，你坐这儿吧。好。哇，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！哎，我来啊，来。好吧。哎，对了，怎么这个时候崇美还没来啊？哦，对呀。崇美他说公司有事情，要8点半才能来。来，吃吧吃吧。来吧。哎，红三吃一点。哦，不了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有事得先走了。啊？哎，红三，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？对啊，吃点东西再走吧。是啊。我崇美都还没来呢，你不等他一起走吗？不了，我约了一个顾客见面，我得先走了，改天再请你们喝茶吧。那好吧，老公啊，你帮我送一送红三吧。麻烦你了啊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再见啊。喂，你会不会觉得红三是为了要避崇美，所以才走得这么急呀？不会吧，他干嘛要避开崇美呢？喂，崇美不是为了红三才离婚的吗？凭我们女人的直觉呢，我是觉得他们2个人之间有问题呀。我倒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问题。如果崇美是为了红三，她早就离婚了，何必要等到今天呢？崇美现在既然是离了婚，如果呢能够跟红三在一起的话，也是不错的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倒觉得红三跟崇美蛮相配的嘛。是啊，反正现在……喂，别说了，你忘了？我跟你打眼色，你还不留意？我反应迟钝嘛。哎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哇，布置的好漂亮，我还担心你们全都走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？你还没来，我们怎么敢走啊？哎，谢谢。哎，东东，怎么，红三还没来？红三有事情，他先走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间想起有个约会，我得先走了。啊？怎么？还没聊上2句就要走了？我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吃点东西再走嘛。我不吃了，下次吧，下次我一定早到的。再见。那我送你。再见。才来了又走了。他们说呀，你已经走了，没想到会在楼下碰到你。他们说你公司有事，又很吃草。是啊，大伯呢最近又进了一批白米，我得设法找人向大大小小零售商接洽，尽量把白米销售出去，免得会囤积。报纸不是报道，白米滞销，米价会继续下跌。岛国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买进这么多白米呢？连你都知道，白米滞销，价格会下跌，可是他偏偏不理形势，说什么华人不会不吃饭，他太乐观了。怎么，连碎骨也见不了他？
他怎么会接受别人的看法呢？尤其是我说的话，他更是听不进。他也不肯接受现在的形势，以为他以前那一套经营方法还行得通。我真担心，要是让他继续留在泰丰站，只会碍事。你该不是想叫短姑退休吧？只要他不在，我办起事来就方便多了。但是泰丰站可是他多年来的心血，你可别胡来啊！你怎么说我胡来呢？其实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蔡家，还不是为了生意。要不然我何必花这么多的精力？我知道你有能力和才干，但是你在做事的时候要照顾一下别人的感受。我相信，只要短姑还能够走动的一天，她是绝对不肯离开泰丰站的。等到她走不动的时候，泰丰站已经完了。你别这么悲观，凡事总有商量和转圜的余地啊。你为什么不支持我？我的出发点错了吗？我知道你看问题很准确，做事也果断，只是做法过于强硬。很多时候，你为了达到目的，而不小心伤害到别人啊。你到现在还认为德叔的事是我不对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又何必再提呢？你嘴里不提，可是心里从来没有忘记过。我说过多少遍了，德叔误会我把他辞掉，他当时喝了酒，我向他解释，他听不清楚，就跑到马路上去，让车给撞倒。他的死纯粹是意外，你不要再怨我了，好不好？我只希望你做事不要鲁莽冲动，再犯上这样的错误。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根本就没有错。怎么你的态度还是跟10年前一样呢？因为你对我还是有成见，我不甘心。臭梅，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完全不同，我不能够接受你强硬的手法。什么手法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把事情全都做好，可是为什么在你眼里，我所做的一切永远都是错的呢？承诺像指环和花朵，你用一生守候，等待幸福的结果。不能让爱沉默，在思念世界探索。当惊觉岁月蹉跎，你回头再望着我，你的心深情眼神一直在感动我，再一次拥抱着我。你是来世也许的选择，是我心灵最深的寄托。爱情是一句承诺，一生执着。纵然过去缘分亏欠太多，在心中一把不灭爱